一边呢就是天天挤地铁上班下班，感觉钱总是不够花，好像总在为账单发愁。是，这种状态很普遍。另一边呢，好像有些人就活得比较自由，能去旅个行，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钱这方面好像压力没那么大。对，这种差距确实让人挺感慨的。那你可能就会想，这是不是就是运气好，或者家里有背景什么的？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这么想。但是你看啊，根据你分享过来的这些材料，里面有些访谈呐、案例啊什么的，不少看起来挺成功的人，他们那个起点可能跟咱们也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咱们呢。对，很多都是白手起家的。那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这些资料看下来，好像都指着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说，关键的差异往往不在于你开始在哪儿，而是那些长年累月下来的习惯，还有就是你看待问题、处理事情的那个思维方式。这个确实是核心。所以啊，今天咱们这个深入探讨，就不是简单重复那些富人该如何如何的老话。对，不能流于表面。咱们得从你给的这些具体的材料里挖点东西出来，看看那些可能平时被忽略了，但其实特别有价值的小细节，或者是一些观察角度。找出点真东西。对，看看哪些是真的，咱们能学学，能借鉴一下，帮我们自己少走点弯路，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那个方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行，那咱们就开始好好聊聊。正是如此，咱们的目标啊，就是深入这些你收集来的资料，不管是那些研究报告，还是个人经历的分享，提炼出里面最关键的，能真正让你有思考的东西。重点会放在那些能解释为什么会有不同行为的那个思维模式上，并且呢，得找到一些具体的能上手操作的方法，看看咱们普通人怎么能学了就用。好，这个思路我喜欢。那咱们就从学习和成长这个话题开始吧，这好像是你给的材料里反复都在强调的一个点。对，投资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哦，是什么？他更强调好像是要进行那种主题式阅读，是这个意思吧？对，你这个观察点很到位，这就比那个简单说某某大佬一年读多少本书要深入多了。你分享的材料里就有篇访谈提到，成功的关键不是简单堆数量，而是比如说你围绕一个目标，比如我最近觉得沟通不太行，那你就集中一段时间去读像非暴力沟通啊、关键对话啊这一类书，而且关键是读了之后马上在工作里、在生活里去用。这就跟那种随便翻翻畅销书不一样了，完全是两回事。后者可能就是看看热闹。那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读了好多书，感觉还是老样子，没啥变化。对，所以重点是要带着明确的目的去读，对吧？把书当成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不是简单的放松或者消遣。可以这么理解。对，你给的材料里有个案例分析，就对比了两种人。一种就是为了跟人聊天有谈资，或者就是觉得焦虑，随手拿本书看看，这种效果就很小。另一种呢，就是带着问题去读，比如我这个项目管理效率怎么能再高点儿？然后他就去找相关的书、文章，甚至是一些案例来研究。然后呢，读完之后立刻就想，这个方法我怎么用到我的项目上？这才是那些资料里反复强调的，叫投资性阅读。投资型阅读这个词儿好。对，你看像巴菲特，他们读那么多，说白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做更好的投资决策嘛，那个目的性是特别强的。确实。那对咱们来说，要是想开始这种投资性阅读，该从哪儿入手呢？这些材料给的建议其实挺实在的。说说看。首先啊，你得先弄清楚你现在当下最想提升的一个能力是啥，或者最想解决的一个具体问题是什么。明确目标。对，然后呢，就去找这个领域里大家公认比较好的、经典的那些书或者高质量的文章，不用贪多，可能就1-2本，先吃透它。对，读的时候别追求快，做做笔记，多琢磨琢磨。这个观点，这个方法，我能怎么用到我的工作里，我的生活里？思考和应用。对，读完一本就花点时间去实践，
去试试看，哪怕试错了也没关系。这绝对比你一个月囫囵吞枣读10本闲书效果要好得多。有道理。比如说，你最近觉得时间总不够用，有点乱，很多人都有这感觉。那你就去找一本时间管理的经典书，比如像《搞定》那样的，深入的读透它，然后呢，就试着用里面的方法，哪怕只是1、2个去规划你下一周的工作，试试看。这个方法好，从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出发，搞主题阅读，然后去实践，这听起来就靠谱多了。是的，好，那除了阅读，材料里还反复提到一个点，就是聚焦优势，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长板理论。对，发挥长处。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它好像不是说短板就完全不管了，对吗？哎，你这个观察非常好，这恰恰是你这些资料提供的一个更细致的观点。哦，它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说，你就只管你最强的就行了，而是强调你的资源，就是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应该优先投入那个能让你跟别人拉开差距的优势领域。优先投入。对，至于短板呢，需要管理，特别是那种致命短板。致命短板，比如你是个销售，但你跟人沟通能力极差，那这个就得补，必须补，不然你其他方面再厉害也没用，这一项就把你否了。一票否决。对，但关键是你不能指望把你所有的短板都补成强项，那太不现实了，而且那个投入时间精力成本太高了。所以策略就是先看看有没有那种致命的短板，得把它补到及格线以上，对，别拖后腿。然后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打磨那个最长的板。没错，你分享的一篇访单里不是有位创业者提到吗？我记得。他早期就是什么都想自己干，设计也干，销售也干，管理也干，结果呢，精力太散了，公司差点就黄了。后来他想明白了，就聚焦在他自己最牛的那个地方，产品研发，然后把营销啊、管理啊交给更专业的人去做，公司才慢慢好下来。所以他的经验就是，你的长板决定了你的天花板有多高，而你的短板呢，只要不是致命的，你可以通过找人合作，或者用一些工具来把它弥补掉。这个思路很清晰。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并且确认自己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呢？材料里好像说要留意那些做起来不怎么费劲，但效果又特别好的事儿。是的，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信号。你提供的那些案例分析里，建议我们可以留意几个方面。哪几个？一是，你做什么事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兴奋、特别投入，甚至会忘了时间。心流状态。对，有点那个意思。二是，在哪些方面别人经常来找你帮忙或者问你的建议。别人眼中的你。对。三是，回顾一下你过去的经历，有哪些成功的事让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而且相对来说达成的比较轻松。这些地方往往就藏着你的优势，找到了之后呢，就要刻意去练习，投入时间去把它打磨得更深更精。目标就是在这个细分的小领域里做到比大部分人都好。明白了。所以与其天天盯着自己的缺点焦虑，不如先盘点一下自己到底啥事儿干得又快又好，或者特有热情，然后想办法把它做到至少超过80%的人。对，把它变成你的核心竞争力。好，这个思路我记下来了。那我们接着聊下一个主题，行动与规划。你给的那些材料里，延迟满足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这是个坎。但这4个词儿吧，很容易让人觉得就是要吃苦耐劳，得受罪。确实，这个概念经常被误解成那种苦行僧式的自我压抑。但是你分享的资料，特别是那些讲行为经济学的文章，他们提供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视角。是什么视角？它不是说让你单纯的牺牲现在，而是更有策略性的用今天的投入去换明天的选择权。对，关键在于你要理解那个复利效应，它不仅仅是用在钱上，它也用在你的能力、你的机会上。复利效应用在能力和机会上，这个怎么理解？能具体说说吗？当然，
这就像你每个月定投基金一样，如果你每天坚持学半个小时新技能，或者每个礼拜坚持去认识一个新朋友，拓展点人脉，短期内可能看不出什么明显变化，对吧？对，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几年下来，你想想，这种持续投入积累起来的能力或者人脉资源，很可能在某个关键的时候，给你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比如一个更好的工作跳槽机会，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合作项目，甚至是自己创业的可能。你材料里那个工地小工学电工的例子不就很典型吗？对，我记得那个。他当时牺牲了眼前的打牌、喝酒、娱乐消费的时间和钱，对吧？但是通过那么几年的技能积累，他最终获得了自己开店当老板的那个选择权，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就不是单纯的吃苦，这是一种有远见的投资。我明白了，所以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是为了将来能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大的自由度。对，是为了未来的掌控感和安全感。但道理是这个道理，实际做起来，抵制那些眼前的诱惑还是很难呢。非常难，这绝对是反人性的。是啊。所以啊，这些资料也建议别一上来就挑战高难度啊，那怎么办？从小地方开始，建立那种微习惯。微习惯？对，比如你想存钱是吧？你可以先设一个那种无痛的自动转账，每个月工资一到账，自动划个一小笔钱，比如100、200到你的储蓄账户。数目不大。对，数目不大，你基本感觉不到。但是1年下来、2年下来，效果就很惊人了。再比如你想学习，你可以把目标定成每天看10页专业书，或者每天听15分钟行业相关的audio， 而不是一上来就说我每天要学习3小时。把门槛降低。对，先动起来，并且能持续下去，让行动本身带来的那种小小的成就感，慢慢的去抵消掉延迟满足带来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微习惯这个方法听起来可行性确实高很多。是的。那跟延迟满足紧密相关的就是设定目标了。你分享的文章里提到，目标一定要具体，还推荐用那个 SMART 原则。对， SMART 原则很经典。能不能结合一个例子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个原则？感觉很多人听过，但不一定会用。没问题。 SMART 就是5个字母嘛，代表具体的 specific， 可衡量的 measurable， 可实现的 achievable， 相关的 relevant 和有实现的 time bound。咱们就拿一个常见的例子，比如说你的目标是提升英语口语。好，那按照 SMART 原则来看， S 具体的就不能只是提升口语，这太模糊了，得具体到比如说能够流利地进行日常生活的对话，以及和我工作相关的那些简单的交流。更清晰了。 M 可衡量的，那怎么才算流利呢？你得有个标准。比如你可以设定成我每周能跟我的语伴练习1个小时，能够持续对话30分钟不怎么卡壳，或者我能独立地完成一次简单的英文工作汇报。得有个能判断的标准。对。 A 可实现的，这个也很重要。如果你现在是零基础，你说你目标是3个月达到同声传译的水平，那这个就不太现实了，对吧？容易放弃。对，所以要根据你自己的起点设一个就是努力跳一跳能够得着的目标。比如说6个月之内我能跟我的外国同事进行基础的工作沟通。踮踮脚能够到。 R 相关的，就是说你这个提升英语口语的目标是不是跟你长期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兴趣是相关的呢？如果关系很强，那你做起来动力就会更足。最后是 T 有实现的，就是要给这个目标设一个明确的完成期限，比如说在今年年底之前我要达成这个目标。哇，这么一步步拆解下来，这个目标确实就清晰非常多了。感觉不再是那种我想学好英语这种飘在空中的愿望了。是的，模糊的目标只会带来模糊的行动和模糊的结果。你材料里不是有个关于做副业的案例吗？对，那个写作者的。对，他想通过写作增加收入，他没有停留在我想多挣点钱这个层面。他设定的是每个月通过写作额外赚取2000块钱。你看，这就很 smart 了。
具体的写作，可衡量的2000元，有实现的每月，能不能实现跟他当时的能力和投入时间相关。然后他怎么做的？然后他就倒着推嘛，这个稿费标准大概是多少？那我需要写多少篇才能到2000？我能去哪儿找到这些写稿的渠道？我还需要提升哪些写作的技能，才能达到那个稿费标准？就这样一步一步把那个大目标分解成可以马上去做的小任务，然后一个一个去搞定它。这个思路太重要了，分解目标，然后执行。对，这其实就引出了咱们下一个关键点：长期主义。我看你分享的好几位企业家的访谈，都反反复复提到这个词儿。没错，好像越是那种大的成功，越是需要时间去沉淀下来。对，这几乎是你给的所有材料里的一个共识了。不管是积累财富，还是提升技能，或者是发展事业，都极少有那种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些访谈里的企业家，比如你提到的那位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对，他就反复强调，他们公司创业的前5年几乎就没挣到什么钱，全靠最早的那点信念和投入在那儿硬撑着。5年，对，这跟咱们现在很多人期待的那种赶紧见效，马上看到结果是完全反着来的。是啊，现在好像特别流行那种3个月帮你打造个人 IP，半年实现财富自由这种说法。这搞得人很焦虑，好像1、2个月看不到明显效果，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行，就想放弃了。这恰恰就是长期主义要对抗的那种心态陷阱。你资料里有一篇分析报告就指出，咱们人呢，普遍会高估短期的努力能带来的效果，但同时又会低估长期坚持下去的力量。高估短期，低估长期。对，你想想健身是不是这样？好像是。很多人都期望我练1个月就能练出马甲线，或者瘦多少斤，达不到呢，很多人就放弃了。对，但实际上，只要你能坚持1年，哪怕你每周只去练个2、3次，你的身材、你的健康状况绝对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确实。所以关键就在于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要接受慢可能才是常态，要相信持续投入最终会带来质的变化，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复利的力量。接受慢，相信复利。这可能真的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对成功的那个时间预期。对，心态要调整。好，那接下来我们聊聊思维层面上的东西。我看你那些材料里啊，掌控者心态和受害者心态这个对比写得特别鲜明。这个对比啊，确实触及到了非常核心的认知差异。面对同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工作不太顺心，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呢，他就倾向于往外找原因。都怪我老板，都怪我同事不配合，都怪这个大环境不好，都怪我运气差。都是别人的错。对，把责任都推出去。而有掌控者心态的人呢，他会习惯性的向内看。这件事情里面我能做点什么来改变现象？我能从中学到点什么？有哪些部分是我可以控制的？往内求。对，你分享的一个案例里提到一个客服，对吧？他对工资不满意。我记得那个。他就没抱怨，他去分析自己的情况，发现，如果我能提升沟通能力和用户分析能力，好像可以转岗去做用户运营，那个工资会高一些。然后他就去学了。对，然后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去学相关的知识去考证，最后还真的成功转岗了。这应该就是掌控者心态的一个体现吧？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你看，他没有把改变的希望寄托在老板哪天良心发现给我加工资，或者公司政策突然变好上，他把焦点放在了自己能掌控的部分，就是去学习，去提升技能。这种思维方式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你要相信我是我生活的主导者，而不是我是环境的牺牲品。主导者不是牺牲品。对，哪怕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比如说突然被裁员了，掌控者心态也会让人去想，这会不会是一个转型的机会？我能不能利用这段空档期去学点什么新东西，而不是一直陷在那个为什么这么倒霉的总是我的情绪里。这种心态的转变感觉不是那么容易，可能需要刻意去练习吧。材料里有没有什么建议？有一些小的练习方法可以试试，快说说。比如每次你遇到挫折，特别想抱怨的时候，先停一下，暂停。对，暂停一下，然后问自己，在这件事里面至少有1%
是我能控制或者可以改变的，那是什么？哪怕只有1%。对，先找到那1%，或者呢，每天晚上睡觉前花几分钟记录一件你今天成功做成的小事儿，不管它有多小。比如按时完成了一项工作，或者帮助了一个同事，甚至只是坚持看完了10页书，慢慢积累那种我能行的证据。积累成功体验。还有就是改变说话的习惯也挺重要的，少说哎这没办法，都怪他，多用我试试看能做点什么，我能做的事这样的句式。从语言开始改变思维。这个可以试试。对。还有一个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的思维比对，是那个富足思维和稀缺思维。这个能展开说说吗？这个也很有意思。稀缺思维的核心就是觉得，资源是有限的，就像一个固定大小的蛋糕。别人多拿走一块，留给我的就肯定少了。零和博弈。对，有点那个意思。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呢，人就会倾向于变得保守、防御、害怕竞争，不太敢去分享，因为他会觉得我分享了，我自己的利益就会受损。比如担心同事学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会超过自己。对，或者觉得哎呀，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没什么机会了，不敢去尝试新的东西。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对，而富足思维呢，正好相反，他相信这个蛋糕啊是可以大家一起动手把它做大的，机会和资源是可以通过创造和合作来增加的。相信增量。对，持有这种思维的人呢，他们通常更愿意去分享知识资源，因为他们相信分享出去往往能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能把整个盘子做大，最后自己也能受益。他们也更敢于去尝试新事物，因为他们相信市场足够大，总有新的可能性等着被发现。你分享的那篇关于小企业创新的文章里，那个做大码女装电商的例子，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对，那个例子很生动，对吧？他没有因为觉得哎呀女装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就退缩了。他是看到了一个还没被很好满足的需求，就是大码这个细分市场，然后他就去做了，结果就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机会。发现并创造了机会。所以可以说，富足思维让看到的是可能性和合作的机会，而稀缺思维呢，更容易让人看到的是限制和来自别人的威胁。这个全区分很关键。那我们怎么培养富足思维呢？可以试试这么做，多关注一下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感恩一下自己已有的成就和资源，哪怕很小。关注拥有。对，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呢，试着去分析，他做对了什么，我能从中学到点什么，而不是第一反应就是嫉妒，或者觉得哎呀他抢了我的机会。学习心态。还有就是在不伤害自己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尝试着分享一些你的信息经验什么的。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种分享反而能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和人脉连接。分享带来回报，这两种思维模式确实会对人怎么做产生挺大影响的。是的。说到做事和结果，你那些材料里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咱们聊聊，就是关于按结果来获取报酬和按投入的时间来获取报酬的那个讨论。是的，这个观点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你收入的潜力和上限能有多高。按时间来计酬，比如说月薪时薪这是咱们最常见的一种模式了，对吧？对，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但它的天花板其实是很明显的，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一天就24小时，不管你多努力，你单靠卖你的时间能换来的报酬总归是有个极限的。时间是硬约束。对，而按结果来计酬呢，比如说销售拿提成，做项目拿奖金，自己创业看利润，搞投资看收益，这种模式理论上讲它的上限是没有上限的。理论上是这样，因为在这种模式下，你的收入不直接取决于你投入了多少个小时，而是取决于你最终创造了多少价值，或者达成了什么样的成果。价值导向。对，你分享的案例里那个设计师记得吗？记得。他从最早按小时收费，后来转向按整个项目来报价。虽然可能前期的沟通成本会高一点，但是一旦他能够高效地拿出高质量的作品，他单位时间的回报率就远远超过了过去。因为客户买的是他的那个结果，是他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买他的工作时长。有道理。
但是转向这种按结果计酬的模式，好像也意味着风险更大，不确定性也更高了。确实是这样，收益潜力大的同时，风险也肯定是相应的增加的。这就需要你有更强的能力、更强的自律性，还有承担风险的意愿。所以呢，这也不是说咱们所有人都得立马辞掉工作去创业或者去做自由职业。但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即使你现在是在拿固定工资的工作岗位上，你也要开始思考，我怎么样能够超越时间？超越时间？对，更多的从我能创造什么价值，我能达成什么结果这个角度来衡量自己的工作，而不仅仅是看我有没有完成任务，我今天工作了多少小时。那在固定工作里，怎么体现这种结果导向呢？比如说，你可以多关注怎么提高效率，想想看能不能用更少的时间完成同样的工作，甚至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提高效率。对，可以用一些像四象限法则那样的工具，优先去处理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减少在那些价值不高的活动上耗费的时间。抓重点。还有就是主动去思考，我怎么样能为我所在的团队或者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把我分内那点事儿做完就算了。主动创造价值。对，当你开始用结果和价值来驱动你的工作时，即使你的薪酬结构暂时没变，你的能力，你在组织里的那个价值感肯定会提升。这也为你未来的发展，不管是内部晋升还是看外部的机会，都打下了更好的基础。聚焦价值创造，提升效率，这确实是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竞争力的方式。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围绕你提供的这些材料啊，真是深入聊了不少，从习惯到思维模式像什么投资性阅读、聚焦优势、延迟满足、SMART 目标、长期主义，再到后面的掌控者心态、富足思维，还有这个结果导向，感觉收获特别多。是啊，回顾一下咱们聊的这些所谓的富人习惯也好，成功者思维也好，其实你把它们拆开来看，会发现好像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秘密。很多都是挺朴素的道理，关键就在于你是不是真的认识到了，并且能不能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做。对，认知和坚持。你分享的那些资料里也反复强调，改变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它更像是一种技能，是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慢慢培养出来的。的确如此。就像那些材料结尾处经常会引用一些大佬的例子，无论是巴菲特这些人，你看他们的起点其实也并不高，也都经历过数不清的挫折和困难。对，关键就在于他们好像认准了一个方向，然后就能够持续的一点一点的去行动，去积累。没错，就是坚持和积累。而追求财富本身，也许就像你前面说的，它可能也不是最终的目的。你提供的那些访谈里，我看到很多人都提到，财富带来的那个最大的价值其实是选择权。对，选择权。能选择自己做什么样的工作，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选择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时间，以及可能在家人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有那个能力去支持他们。这可能才是更深层次的，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是。那么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怎么学习、怎么行动、怎么思考，聊了很多方面。最后呢，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也许可以作为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小小的注脚吧。好啊，什么问题？你可以仔细回顾一下，就刚刚过去的这一周，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大概有多少比例是投入在那些消耗价值的事情上？消耗价值，比如说漫无目的的刷手机信息，看一些纯粹打发时间的娱乐内容，或者是一些不太必要的消费。然后又有多少比例的时间和精力是投入在创造价值的事情上？创造价值又是指什么呢？比如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技能，去解决工作或生活中的一个难题，去创造一个哪怕很小的作品，或者是去帮助了某个人。消耗价值和创造价值的比例。对，这个比例可能确实指向了不同的未来。这个思考角度很有意思。希望今天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一些思考的角度吧。